松哥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脑子，我还得回去一趟。诗诗干什么去了？你就是宋哥，诗诗是你叫的吗？别仗着自己年纪大就乱占别人女孩子便宜。你是诗诗的同学啊？我们可是实打实的哥们儿，不只是同学。还不只是同学，那还有什么关系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是想了解他，从我这里套话是吧？没门儿！诗诗她没告诉你我是谁啊？你呀，你不就是那个又帅又有钱又舍得给他花钱的男人？诗诗平时都是这么夸我的呀。不就是几个钱吗？谁没有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对许怀诗不怀好意，我饶不了你。哥，你还没走呢？啊，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同学赵毅，你们已经见过了吧？你就是赵毅啊？不光见过了，还知道你们俩不只是同学的关系。赵毅，你跟我宋哥胡说什么了？宋哥不应该姓宋。那我还师姐呢，许怀宋，我亲哥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许哥。许哥，今天晚上还有工作，不陪你吃饭了。哎，啊。哎，刘先生，您的朋友已经到了，我带您过去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你不是去苏轼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宋哥不应该姓宋吗？哎，咱们刘律师这回认真的吗？这衣服特贵，买了都没见他穿过。谁呀谁呀？这女主我认识吗？就是打名誉权官司的阮小姐呀。刘律师下午就出了合同，今晚必须拿下。拿下合同还是拿下人呢？如果我选择志坤的话，那我的代理律师是不是刘律师你啊？是我。那我们会按照电话里的方案来推进，对吗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我们会适时的提供一些法律建议，绝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。太好了，我相信刘律师的专业。那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。啊，这么快吗？不急，合同晚几天也没关系。至于网上的舆论发酵，耽误几天而已，问题也不大，是吧，刘律师？怎么就问题不大呢？不行，这个事情耽误不了。舆论多发酵一天，我们就多承担一份风险。阮月，你仔细看一下合同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我，不用见外啊。2份合同我都已经签好字了。好。我没什么问题。好。刘律师，起诉的话，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？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网络平台上污蔑、诽谤你的关键记录到公证处进行网络证据保全，我会协助你。
另外，暂时不要对外透露你起诉的意愿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至于其他的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代理人不是刘律师你吗？徐律师，你也要参与吗？刘律师出席庭审，我参与被诉。哦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时支付2位律师的委托费。哦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人学习，不用向他支付费用。再说了，咱俩这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8折。谢谢你，刘律师。哦，其实我也有几个业内的朋友有著作权纠纷的官司，我可以介绍许律师去他们那边研究学习。我倒是没意见。刘律师同意吗？毕竟这个也不是志坤的案子，所以如果许律去参与的话，在所里面影响也不太好，是吧？许律师，我理解了你参与背诵的意思是，你会在案件的思路上帮助刘律师，而不是全部背诉的第一步，全面了解案情。所以所有的资料你都要看，包括小说的全部内容。阮小姐的小说里是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内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行，合同咱也签了，我拉一个工作群吧，这样日后我们好沟通嘛，好吗？好的。前方1000米，即将驶入机场快速路。我们案件中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由许律师来负责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都可以问他。刘律师，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对啊？在反调色盘的对比上，许律师更有经验。我是觉得许律师在国外有时差，太不方便了，而且他应该比较忙。时差问题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夜猫子，而且就算再忙，也得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为这个案子挤出时间。资料整理完以后，你可以直接发到群里。喂，兄弟，这个案件类型是你擅长的吧？你让我在群里头说这个案件你负责，我做了，结果人家阮玉说话，你又装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搞我很难做人的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处在中间很难受的话，要不坐过来？好吧。哎呦，你可以让他直接加我的微信。我看出来了，
你这次突然回来，就是为了阮玉？诗诗犯了点事儿。这个理由好烂呀，真的假的？你有时间在这八卦，不如让当事人直接联系我。不对呀，让人家主动联系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不会是你加了人家，结果人家没有通过？瞎说！哎呦，那就是栽中了哦。看来在被拒绝的方面，刘律师比我有经验啊。有事没事没事挂了啊。哎，我还没挂呢。什么不比你有经验呀？这是我初步整理的诽谤记录。今早我已经到公证处做过证据保全了，辛苦两位律师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不然你单独加他微信吧，他工作群太多了，可能有的时候看不过来。我加许怀颂的微信。4308。当年把他的个人资料来回翻了3年，都没找到理由加他好友。10年后，这理由倒是来了。老天是不是也太造化弄人了？该说什么呢？许律师，你好，我是阮玉。不行，这太正式了。不行，这太呆板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？不行，不能加。这单独跟他聊小说内容也太尴尬了，万一我露馅了呢？人家一个外行的小姑娘，居然宁愿单独摸索着去做证据保全，也没让你协助，看来是真不想跟你打交道啊。怎么加上好友的？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？啊？许律师。
师你好，我是阮玉。嗯。许律师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那个，我发来的验证内容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许律师，刚才的验证信息我不小心按错了。许律师，你现在在美国吗？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抱歉，打扰你休息了。等你方便的时候，我们再谈吧。咖啡白喝了？旧金山时间下午5点吧。下午5点。啊？8点？岂不是一睁开眼就要跟他谈案子了？没事，好歹还隔着1万多公里呢，不用面对面谈。来走。这么迟了。在加州当律师，许怀松应该不是这么清闲的人吧？不会干等我的。许律师，实在抱歉，我起晚了。你现在有空吗？那直接开始吗？面谈吧。他不是在旧金山吗？视频。视频？冒昧请问，这个案子有必须要视频面谈的部分吗？
嗯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多久？都说在前男友面前不能输阵，前男神跟前男友只差了1个字，这么邋里邋遢也不行吧？10分钟。正式了吧？不行不行。许律师，我这边可以了。许律师好。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，我先粗略的过一下。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。写的还不错。可以看得下去。谢谢。许怀颂这个家还真是冷不溜秋，毫无生气啊。许律师，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？这么大口喝黑咖啡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习惯了。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？啊。阮玉啊，阮玉，你在干
什么？许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那个许律师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许律师，那个，之前呢，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。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，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。说说看。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，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，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。吃啊，你放学弄个梯子来，放后门墙根那儿啊。什么梯子干什么呀？你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。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，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，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？你作业写完了吗你？我没兴趣。什么学啥呢？写什么作业呀？你不去，我把手机给老阮了。哎呀，完了！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，许怀颂就完蛋了。吃炸鸡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去不去啊？谢谢老师，等我用完了，我马上给您还回来。不急的，这个梯子啊，让老师慢慢用，回头得空了还回来就行啊。谢谢老师。许怀颂，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？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？这个情节怎么了？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，但是仔细看，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边是女主视角，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，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，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，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，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，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，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。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。你没事吧，许律师？所以，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，你有挨罚吗？他问的是我，不是书里的女主。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，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？许律师，你看过我的微博吗？没有啊。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？如果有，我现在可以看一下。没有，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需要看的。我们继续。刚刚说了哪儿了？哦，刚刚说到我把梯子……哎呀，不是，我都被许律师你说晕了。许律师，我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。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，
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？阮小姐，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，作为你的代理律师，我希望你能够100%的信任我，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。哦，那女主有没有受罚，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写生人写了啊。第2天，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。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，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，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。许律师，你真是目光如炬，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继续第2个情节吧。哦，第2个方向是人设上的。虽然呢，这2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，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小说里，男主安静优雅，成熟稳重，虽然性格高冷，但是内心很温柔，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。嘎，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，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？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？哦，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。哥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人生崩塌哦。你作业太少了。但写诗人那边的男主，我总感觉，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《流星花园》里的花泽类，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《流星花园》里的道明寺。别动啊！这是我给阮玉的。哦，阮玉，又是给阮玉的，这个给阮玉的，天天来追啊，那必须。喂，女人，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，拿去。不必，又是你啊！什么十班道明寺？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？哼，幼稚！看什么看啊？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？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，打扰我学习，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。阮玉。还有，道明寺了不起啊？我喜欢的是花泽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，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，很幼稚。那个年龄的男生，不都差不多吗？怎么没有？怎么会差不多呢？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。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，这还不贪玩吗？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，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，这还不幼稚吗？这跟我的男主一点都不一样。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，你等等，我找给你看看。不等了，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，改天继续。
这么突然就挂了吗？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？我说的又不是他。做啥梦呢，大兄弟？能问出这种问题，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。高冷要优雅，要胸有成竹。这么高冷吗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许律师，你睡了吗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就是想请教一下，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？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？没有，当时来了别的工作。不过我也确实认为，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，这样不客观、不理性的状态，并不适合继续谈案。原来是因为这样，太严格了吧？许律师，你误会我了，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，有点着急。我认。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，这个牌怎么摊啊？精英律师就是不一样哈，时时刻刻要保持客观理性。他约你后边开会的时间了吗？没有，但愿他是被什么大案子给绊住了，没什么时间再给我开视频会议了，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就跟上学监考似的。也不是不可能啊，我查他的资料，他在美国负责的 SJ 侵权案，当年可是引爆外媒讨论，说年轻有为的许律师单枪匹马帮 SJ 起死回生。据说啊 ，SJ 现在付给他的法律顾问的费用，都够他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啦。这么厉害，不枉我当年暗恋他那么久，说明我眼光还是很不错的。光眼光不错可不行，他那么聪明，你确定自己没穿帮？小姐姐，谢谢你啊，我们自己再试试。好的。目前还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不露馅，每天跟他斗智斗勇，可太累了。视频一次就像跑了800米一样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我怎么听出了一种余情未了的调调？哪有？
怎么没有？你看你现在每次提起许怀松那个样子，情绪波动的，跟18岁有什么差别？谁碰上这么离谱的事情能没点情绪波动啊？再说了，这28岁的恋爱，也不可能像18岁那样，有荷尔蒙的冲动就够了。这不光长相上要有生理冲动，相处起来要有人格魅力，还要精神上三观一致，灵魂上有所共鸣。这4个条件可是缺一不可的。我现在这点情绪波动，哪够得上什么旧情复燃？顶多也就是对青春时光的追忆，对年少时那个自我的怀念吧。不愧是作家，又是4大条件，又是追忆怀念，切割的挺清楚啊。那好歹是当年那么喜欢的人，再遇见，总有点亲近感吧。我这一天天捂着马甲生怕掉了，哪敢对他有什么亲近感啊？再说，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，他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律师，他还是别那么负责了，最好能把我的案子全都交给刘律师。那刘律师呢？你们工作也接触几天了，中间有没有迸发一些爱情的小火花？你别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心思谈恋爱，我就算要谈恋爱，那刘律师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适不适合？那像我刚跟张琛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很嫌弃他，他最后怎么样？真香。是挺好闻的。您好，帮我拿一瓶这个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总感觉有人在看我，怪怪的。是大白天的，你要从言情频道转到惊悚故事了。挑你的吧。要哪个？跳完了。转学姐，哎，真的是你？请问你是？我是岑思思啊，学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啊！天哪，学姐，我真的好久都没见你了。我刚刚在那边偷瞄你半天，我还怕认错人呢。哎，你毕业以后就留在杭市了是吗？这是我们大学学妹岑思思，跟我一样是中文系的。哦，这是我的好闺蜜沈明英。呀，沈学姐好。哎，我记起来了，那时候你跟阮学姐都跟石灿在文艺部，对吧？我跟石灿是发小，我去看他的时候见过你好多次呢。看你们仨从早到晚都泡在文艺部里，真好。哎，对了，过几天他在杭市有个演出呢，你们没约着见一见？我们现在联系的不多，确实也不知道他的行程。哦，确实是他去年回国发展之后，确实挺忙的，就连家里人都很少能见得到他。但是你说再怎么忙，也不能忘了老朋友，对吧？这样，改天我约他时间，咱们几个一起聚一聚，可以吧？哎，学姐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？算是自由职业吧。啊，不会是作家吧？算不上，也就是个普通写手。你呢？毕业以后找什么工作？啊，我呀，我就是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呢。不过咱们学校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！你看石灿是大明星，学姐你又是知名作家。不过我倒是认识几个网络作家，这个圈子好像挺不好混的，他们也都挺不容易的。我还好吧，我比较佛系，自己写的开心就好。啊，是，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也不太好，学姐你能看开点挺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你客气什么啊，你忙。
许律师，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，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。这么快啊？许律师，你那边应该很晚了，还在工作？失眠，习惯了。哦。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可能和被告认识。认识？他跟你是大学同系，低你2届。他也是恒大的。没错，他叫陈思思，有印象吗？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。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，可能都不是巧合。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：抄袭小透明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。这虚假的声明，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？1年不写东西，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？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学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学妹，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个叫苏成的笔名啊？啊，学姐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是温香。直接坦白局啊！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。学姐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？那微博上我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没，好冷静一下。学姐，不是，你看，这事儿误会大了。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，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。是吗？嗯。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。学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？你看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，那我就早点告了。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，学姐。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。真的啊，学姐，那太好了。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，他得骂死我。要是石灿也知道了，那他得多为难呀。学姐，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，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，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。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。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，关键我们不懂流程，万一谈错了，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？也是，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？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1天会，我可能走不开。学姐后天可以吗？也行。那法庭那儿，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，你不用担心。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我们后面联系。好。
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成的对话内容，辛苦两位律师看一下。从对话内容判断，岑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。不一定。事情比较复杂，明天当面聊一下吧。两位什么时间方便？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？我这边没问题啊，许律师。推迟4个小时。啊？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？时间上午都可以的，以许律师为准就好。行，阮月，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。谢谢，Thank you。OK， 这边。哎，许律师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要是没有您，我们这异国他乡的摊上官司，不定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。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保护和救济无辜者，这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就是一帮穷打工的，只有您愿意公益为我们打官司，还前前后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。总之，谢谢您。出门在外，还是得靠咱们自己同胞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。我先走了。喂，哥！哎，气死我了！那个苏成竟然怂恿我起诉阮玉学姐，我发给你看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建议你起诉文香，毕竟她侵犯了你的著作权。妹妹，你刚进入网文市场，不知道温香抄袭的举动会给你后续带来多大的伤害。你看到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呀？那就让他先证明，他就是苏成本人。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？他那边已经凌晨了。也是。那咱不等他了，没事。许律师不在，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？是吧？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。好。岑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。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，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，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，揉了好半天才说，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。还有，他被戳穿了以后满脸通红，拼命的用手扇风。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，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都是演的？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，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。所以，我认为他还有后手。后手？不会的，哪有那么多后手？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？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……许律师，你怎么回国了？你不说律所见吗？这什么呀？岑思思的后手。
也太绿茶了吧！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激动。绿茶是？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。不过我有个疑问啊，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写诗人的？我之前联系过他，他总是神神秘秘的，最多也就只愿意出一个声明。现在他居然能配合你们当卧底。我们是专业的律师，当然也要有一些专业的办法了，要不然你这代理费我们不是白拿了吗？那像陈思思这种故意上门挑衅，而且明里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请问两位专业的律师，我们接下来应该如何应对？等会儿他要是问你接下来怎么办，你就说拉黑被告，出气。为什么？拿出点律师的专业精神来好吗？这种时候应该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我知道，你按我说的答就行了。要是真的很讨厌这个陈思思的话，直接给她拉黑也行。你小学生啊？现在证据都给你送上来了，当然是要协助当事人再做一次网络证据保全。这俩人的关系，对呀，对。刘律师有句话，我确实不应该说。不过你作为我们律所的合伙人，确实应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办案能力和业务水平了。以你目前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来看，我建议还是由我来做主要对接。已经这么剑拔弩张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刘律师，别往心里去。许怀颂啊，你个老狐狸啊！谢谢两位律师了。他的电话有吗？陈思思的吗？对，有。录音取证会吗？你是说陈思思还不知道自己被写诗人出卖了？我可以假装不知情，向她套话。不太会。徐律师能教教我吗？如何有效地进行电话录音？我们要试图去引导对方在第一时间就确认身份。我明白了，就是说不能跟他绕太长的时间，要尽快引他说出重点。没错，所以有信心吗？我大概了解他的心态，可以试试。明天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那个点呢刚吃过午饭，脑供血少，他的反应力会下降，没准就不容易起疑心了。瑞月，那明天你吃完午饭以后，你的思考能力会不会也下降啊？别担心，刘律师，我可以提前吃饭。行。哎呦，一说到吃饭，咱是不是也应该把今天的晚饭吃了？都这个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这么晚。要不我请你，还有许律师一起吃个晚饭吧。行啊。主任，你就把手机还我吧，我保证我下次再也不玩了，真的再也不玩了。
主任，你别把手机还他，他保证下次还玩，真的还玩。你俩干嘛呢？一对一劲儿说相声呢，赶紧给家里打电话。主任，我家长都在国外呢。在国外怎么了？国外没有电话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信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不打通这通电话，你们俩谁也别想走。教育不了你俩。先着你了。在国外是吧？Hello，I'm Feng Zhu，怀石许 teacher today。能说中文是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是这样啊，我是一中德育处主任朱峰啊。今天呢，许怀石违反校纪规定，把手机带进了校园。虽然说这是我第一次发现，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啊，抱歉啊，我暂时不方便处理他的事。您可以直接联系他的监护人，电话133。您稍等啊。哎，哥，你这是背信弃义，公报私仇。我这是报复我，偷看你手机短信。对了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带手机去学校。您联系到他监护人之后呀，也麻烦你跟他监护人清楚说明他的撒谎行为。好，那感谢您的配合啊，那就这样，不多打扰了，再见啊。1000字检查，明天上课之前放在我办公桌上。什么呀？你笑什么？你1500字。你跟你妹妹关系是不是一般啊？这妹妹出事了，你也不给兜着点。她闯的祸已经够多了，都不管。非常感谢这段时间许律师还有刘律师对我的关照。哎呀，文月，这么说就太客气了啊，这我们应该做的嘛。我开车了，就不喝了。那许律师，你喝点别的。给你点一可乐。不健康。你好，帮我来一杯柠檬水，谢谢。好的。阮玉，咱们喝。也是，工作压力大，喝点养生的比较好。是。来，尝尝这个。认识啊？阮小姐，我提醒一下，未经他人允许擅自拍摄他人照片，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。我不光要拍照，我还要抡拳头呢。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私事。你身上这款香水味道很不错。我是专门接您挑选的，您不觉得很符合你优雅的气质吗？是吗？这个香水是我陪你女朋友买的，我怎么不觉得它符合这位小姐的气质呢？阮玉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无巧不成书嘛。要是不巧的话，我还看不到这一幕呢。你觉得那人是谁啊？你没听他刚才说吗？私事。肯定前男友啊。有前男友，有必要这么生气？没有爱，哪来的恨呢？这就是心里没放下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跟我谈商务合作的林老板。这位是我是张川女朋友的闺蜜。林老板应该不知道张川有女朋友吧？不
不过也是，谈生意嘛，又不是谈恋爱，也不需要交代家底，是不是张川？对。想和我谈生意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我凭什么和你谈？阮玉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我误会什么？真的在……什么情况？这谁啊？我女朋友闺蜜。管的有点太宽了吧？我们好好的合作，你给我搅黄了。你们那是正经谈合作吗？什么合作需要摸着他的手谈啊？摸下手怎么了？我摸一下你的手怎么了？你干嘛？我就摸呀！我就。你又是谁呀？我是他的律师。这位先生，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010条，违背他人意愿，以肢体行为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，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。吃饭带个律师，什么大人物？别闹了，怎么办？合作怎么办？没事吧？吃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因为一点私事耽误了我们吃饭的时间。哎呀，你这么说又见外了。没事，我们都吃得挺好，是吧，怀松？嗯。不过你好像要迟到了。啊？下个当事人的会面。对，哎呦，你看，得亏你提醒我一下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阮玉，我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就不能送你了。让他送你。哦，不用麻烦了，我打车就可以了。哎，别打车，不安全，万一再碰上刚才那2个人呢？你。上车。去吧。那谢谢许律师了。要不要告诉他？你如果需要法律帮助的话，可以说。哦，好。不过暂时还没到那个地步。许律师，你说，如果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摸其他女人的手，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为他在劈腿？你确定那还是男朋友？当然确定了。于情可以，但于理，证据不足。这都摸上手了，还不能断定为他是在劈腿吗？不能算作确凿的证据，但你有和他分手的权利。我和他分手。嗯。许律师，你误会了，那个人是我闺蜜的男朋友。
是我理解错了。没事儿，我就是在纠结到底要不要把照片发给他。这万一把照片发给他，结果是我误会了，那岂不是在惹事儿？可如果他真的是个渣男，在劈腿的话，如果他们真的相爱，不会因为你发了一张照片而分手。如果他们本来就存在信任危机，就算你不发这张照片，他们这段感情也迟早会走到头。有道理哎。许律师，你在感情方面还挺有见解跟经验的。许律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在国外也会接一些离婚案，看得多了，经验自然就会多一些。这样啊。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你自己考虑考虑，再做决定吧。谢谢你啊，许律师。回想过去的画面，匆忙写下的句点，路过多少个日月，没有言语的离别，朦胧视线的边缘，风吹散过往的碎片，思绪弥漫眼前，凝结成云烟，随即无声飘远。记忆的每一篇，已泛黄的昨天，翻过枝叶，你却印在每个故事背面，不停在浮现。不好意思啊，许律师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，正要叫你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
那我先走了，许律师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再见。